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12年11月12號，精神科醫生 Michael 好似平時一樣喺佢嘅居家診所度返工。呢個時候，一個叫做 Jake 嘅男子突然拎出鐵錘向 Michael 嘅頭部剝落去。好彩嘅係 Michael 及時閃避，不過鐵錘都係擊中咗佢嘅膊頭。跟住 Jake 又拎出咗一把刀，並擊中咗 Michael。之後雙方發生咗激烈嘅打鬥，嘈雜聲驚動咗鄰居，所以鄰居就即刻報咗警。當救護員到達現場嘅時候，只係見到佢哋全身都係血，坐咗喺地下度。於是佢哋即刻被送到醫院接受治療。Michael 嘅軀幹部分同埋雙腿都有多處嘅刀傷。經過治療之後，佢被批准出院返屋企休養。而胸部同埋雙手受傷嘅 Jake 就喺病床度被警方以企圖謀殺嘅罪名逮捕。喺接受盤問嘅時候，Jake 俾出咗一個驚人嘅講法，佢俾人操控咗，而操控佢嘅人就係佢嘅表姐兼精神科醫生 Pamela。當時20歲嘅 Jake 嚟自邁阿密，係屋企嘅細仔，佢天資聰敏，對發明好有興趣。佢喺中學時期設計咗一款叫做 FlashMe 嘅學習 App。佢憑住呢款 App 贏咗一個好有指標性嘅比賽，仲因為咁而上咗電視新聞，風頭一時無兩。不過佢喺5歲嘅時候就被診斷出有過動症。隨住年齡嘅增長，父母開始留意到 Jake 嘅精神狀態好似越嚟越差，佢嘅情緒經常大起大落。喺佢得獎嘅1個月之後，佢突然間變得好頹廢，成日都瞓喺張床度，唔願意返學，亦都唔願意做其他嘢。嗰個時候，佢被診斷出患上咗抑鬱症同埋焦慮症。喺佢17歲嗰年，佢曾經喺廚房度拎咗一把刀，並威脅父母話要自殺。之後佢被送到醫院，並被診斷出患上咗躁鬱症。呢類患者嘅情緒起伏好大，有時會無端端感到極度興奮，有時就會感到情緒低落，腦入邊甚至仲會出現一啲誇張黑暗嘅諗法，包括自我了結嘅諗法。而佢哋嘅判斷能力亦都會受限。自此之後， Jake 每日都需要服用大量嘅藥物嚟到控制病情，但係就冇乜見效。當時 Jake 仲開始拍完飲酒，經常都冇去到學校返學。呢個時候，佢嘅表姐 Pamela 提議俾 Jake 搬到佢位於 Manhattan 嘅公寓度一齊住，方便佢幫 Jake 做治療，仲可以有效咁監控佢嘅用藥情況。另外Jake 亦都可以幫手照顧 Pamela 當時只有4歲嘅仔 Corder， 咁樣對佢嘅病情或者會有幫助，可以話係一舉兩得。Jake 同埋佢嘅父母都同意咗。Jake 同 Pamela 嘅感情好好，佢好信任 Pamela， 並相信 Pamela 一定會將佢醫好噶。Jake 搬到 Manhattan 之後，佢慢慢變得開朗，病情亦都逐漸穩定。但係 Jake 嘅父母並唔知道呢一切只係噩夢嘅開始。Pamela 同喺影片開頭提到嘅 Michael 曾經係男女朋友，佢哋一直分分合合，雙方都曾經指控過對方家暴自己。佢哋冇結婚，喺仔仔 Corder 出世之後，佢哋就分咗手。跟住佢哋就因為撫養權嘅問題而鬧上咗法庭。喺案發之前 ，Pamela 啱啱得到咗 Corder 嘅撫養權，而 Michael 亦都有探視權，佢仲自願承擔仔仔嘅撫養費。另一方面，Jake 好快就同 Corder 培養咗深厚嘅感情，並成為咗佢嘅契爺。佢非常痛錫 Corder 就好似係佢嘅命根一樣，佢絕對唔會俾其他人蝦佢。Pamela 好了解 Jake， 佢知道 Jake 好想要過正常嘅生活，並成為一位成功兼受人尊敬嘅顧家好男人。所以 Pamela 就俾咗 Jake 佢想要嘅生活。佢哋經常同 Corder 一齊享受親子時光，睇起嚟就好似係一家人一樣。另外 Pamela 仲會經常喺同 Jake 傳短信嘅時候使用曖昧嘅字眼，企圖用情感操縱佢。有一日 Pamela 同 Jake 講 Michael 唔願意再承擔 Corder 嘅撫養費。最離譜嘅係，當 Corder 喺爸爸屋企度過夜嘅時候， Michael 竟然威脅咗佢。雖然一切都係 Pamela 嘅片面之詞，不過視 Corder 為命根嘅 Jake完全相信咗 Pamela 嘅講法，為咗保護 Corder， 佢願意做任何嘢。根據 Jake 嘅講法， Pamela 計劃要謀殺 Michael， 並持續灌輸 Jake 呢個諗法。
按照計劃，Pamela 想要 Jake 將 Michael 折磨致死，佢要 Jake 幫 Michael 注射一啲毒藥，跟住就喺大家面前監生咁將佢燒死。由於 Jake 嘅講法非常戲劇化，再加上一切亦都只係佢嘅片面之詞，所以 Pamela 當時並冇被逮捕或者係被起訴。雖然係咁，Michael 都係對 Pamela 提出咗訴訟，而 Pamela 就喺法庭文件上表明，Michael 對佢嘅指控都係毫無根據噶。佢從來都冇指使過 Jake 去攻擊或者係去傷害 Michael。事實上，亦都冇任何電郵或者係短信記錄可以證明成單案都係佢同 Jake 一齊策劃噶。不過 Jake 就表示，用嚟作為武器嘅鐵錘係 Pamela 買噶。Home Depot 嘅 CCTV 亦都影到咗 Pamela 喺櫃台度俾錢買鐵錘嘅畫面。Pamela 嘅律師團隊並唔願意對呢件事作出任何評論。Jake 表示 Pamela 買咗鐵錘返屋企之後，就好似幫小朋友執書包一樣，將鐵錘同埋把刀放入咗一個行李袋，仲叮囑 Jake 一定要瞄準 Michael 嘅頭部攻擊。之後 Pamela 畫咗一張地圖，上邊標示咗所有可以通往 Michael 公寓嘅入口。佢仲喺地圖上寫咗一間補習中心嘅名 Bright Kids。2012年11月12號，亦即係案發當日，喺 Jake 起身之後， Pamela 就不斷咁同佢講佢好愛佢， Jake 就係佢嘅救世主，佢係世界上最好嘅人，因為其他人都唔理解佢。 Pamela 仲話喺 Michael 被終結之後，佢嘅人生將會變得更加美好。之後 Jake 就嚟到咗 Michael 嘅公寓，佢同登記處嘅保安講自己要去 Bright Kids 補習中心，並喺登記簿度留低咗自己嘅真名。當 Jake 嚟到咗 Michael 嘅居家診所嗰陣， Michael 喺度睇緊症，所以 Jake 就企喺樓梯口度等待。喺病人離開之後， Jake 就將 Calder 學校嘅一啲表格交咗俾 Michael， 分散佢嘅注意力。然後佢就進入咗廁所，喺行李袋度拎出咗鐵錘，並將把刀放咗入褲袋。一切準備就緒之後， Jake 就拎住鐵錘喺廁所度衝出嚟，瞄準 Michael 嘅頭部，大力咁搏落去。Michael 成功閃避之後， Jake 就拎出咗把刀，拮咗 Michael 7-8刀。之後身形高大嘅 Michael 成功搶到把刀，並拮傷咗 Jake。喺雙方都癱坐喺地下之後， Jake 拎出咗手機，影咗一張成身都係血嘅自拍照 ，send 咗俾 Pamela 向佢回報。不過 Pamela 並冇回覆。當 Jake 去到醫院嘅時候，佢又 send 咗一封短信俾 Pamela， 喺醫院請過嚟。Michael 流咗好多血，我都係。我行入咗辦公室，佢用我把刀拮傷咗我嘅心臟。呢一次 Pamela 只係冷冷咁回覆咗一句喺邊度。根據醫院嘅記錄， Jake 喺送院之後就一直處於躁狂嘅狀態。Pamela 當時其實有出現喺急症室，不過佢被拒絕同 Jake 會面。喺 Jake 被警方逮捕之後，法庭批准佢以20萬美元保釋候審，並允許佢返到邁阿密同父母同住。與此同時， Michael 亦都即刻向家事法庭申請攞返仔仔嘅撫養權，因為 Pamela 就係企圖殺害佢嘅幕後黑手。家事法庭喺審視咗包括 Home Depot 嘅 CCTV 片段等證據之後，決定將 Calder 嘅撫養權判俾 Michael， 並限制 Pamela 喺5年之內不得以任何嘅形式接觸 Calder。2015年5月，Jake 喺保釋期間嘗試服毒自殺，並陷入咗昏迷。好彩嘅係，佢最終都係保住咗條命。2016年3月，本案正式開審。喺庭審中，控方將 Jake 描述成一個被縱壞嘅紈絝子弟，並指出佢係一位唔值得信賴嘅證人。佢口口聲聲話 Pamela 操控咗佢，但係佢就俾出咗3種唔同嘅講法，嘗試將自己塑造成最無辜嘅人。喺救護員到達現場嘅時候， Jake 即刻就將矛頭指向咗 Michael， 並同救護員講係 Michael 先用刀拮傷佢噶。跟住佢又同警方講，佢係因為驚 Michael， 所以先至會帶埋鐵錘同埋把刀，但係佢根本就冇用鐵錘攻擊 Michael。最後佢仲話係 Michael 喺佢嘅旅行袋度將鐵錘拎出嚟，並攻擊咗佢。辯方表示 Jake 一直都被灌輸呢個諗法，只有解決咗 Michael 先至係拯救 Calder 唯一嘅辦法。Jake 喺作案嗰陣嘅精神狀態並唔穩定，
佢缺乏咗判斷能力。Pamela 就好似係一位邪教教主，而 Jake 就係佢嘅信徒。佢俾 Pamela 洗咗腦，喪失咗自由意志，只能夠好似傀儡一樣執行 Pamela 想要佢完成嘅事。針對呢一點，控方喺庭上播放咗一段精神科醫生同 Jake 談話嘅片段。Jake 喺談話嘅過程中，明確知道佢嘅目標係殺死 Michael，而唔係折磨 Michael，所以佢並冇執行 Pamela 要折磨 Michael 嘅指示。咁亦都講明佢仲有自由意志。之後，控方又提出咗另一個動機：保險賠償金。Michael 喺案發之前幫自己買咗一份價值150萬美元嘅人壽保險，受益人係 Corder， 而 Pamela 就係呢份保險嘅信託人。亦即係話，如果 Michael 不幸過身， Corder 將會獲得150萬美元嘅賠償金，而 Pamela 就係負責幫 Corder 管理錢財嘅人。Jake 表示，佢喺作案前後都唔知道保險金嘅事。陪審團只係用咗唔到1個鐘就做出咗裁決，最終 Jake 被控企圖謀殺，罪名成立，獲刑9年半。事實上，喺 Jake 嘅審訊過程中，地區檢控官已經開始覺得 Pamela 就係幕後黑手。喺整理咗證據之後，警方喺2017年10月，亦即係案發嘅5年之後，以2級企圖謀殺同埋1級企圖傷人罪逮捕咗佢。法庭拒絕咗佢保釋候審嘅申請，因為法律糾紛同埋疫情嘅關係，佢被羈押咗5年。2022年9月，Pamela 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以換取11年嘅刑期。1個月之後，Pamela 企圖推翻佢嘅認罪協議，並表示佢喺簽署協議嘅時候冇服用醫生開俾佢嘅藥物，導致佢注意力唔集中。加上佢當日吸入咗獄警嘅胡椒噴霧同埋獄友嘅毒品煙霧，所以神志唔係太清醒。不過法官並唔接受佢嘅講法，並按照協議判處咗 Pamela 11年有期徒刑。由於 Pamela 已經被羈押咗5年，所以佢喺2027年就可以被有條件釋放。2023年10月，Jake 已經被假釋出獄。至於 Michael， 佢喺遇襲之後就患上咗 PTSD， 不過為咗可以好好咁照顧仔仔，佢堅強咁行咗過嚟。目前佢繼續喺 Manhattan 執業，同個仔過住幸福嘅生活。